2026年2月，一篇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上的论文，抛出了一个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的结论。研究人员认为，银河系这张盘很可能在过去某个时候整个翻了过来。是翻转，不是轻微的摇晃，也不是边缘的翘曲，是整块盘面的朝向改变了接近直角那么大的角度。这就有点说不通了。一个已经成熟的漩涡星系，盘面横跨10万光年以上，上千亿颗恒星摊在里面，又薄又广。按理说，它应该是整个系统里最稳的那一部分才对。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把这么大一张盘掀得改了方向呢？要把这项研究说清楚，得先从星系的另一样东西讲起。平时提到银河系，大多数人脑子里浮现的是恒星，是气体，是尘埃，是那些能被望远镜拍下来的东西。可这些东西全都加在一起，也只占银河系总质量的很小一块，剩下的绝大部分是看不见的暗物质。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很多人以为星系里那上千亿颗恒星之所以老老实实待在里面转，是因为中心那个黑洞在拽着它们。其实不然，银河系中心那个致密天体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多万倍，听着是挺吓人的，可放到整个星系的天平上，它连零头都算不上，差着6个数量级。真正把所有可见天体都住的是包在整个星系外面的那一大团暗物质。这团暗物质并不是简单的堆在中心，它弥散在星系四周，向外铺得很开，一直铺到远远超出可见盘面的地方，形成一个又大又松的延展结构。整个银河系看得见的那部分其实是嵌在这个结构的里面。这个结构天文学上给它起的名字叫暗物质晕。那么晕的三维形状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力气去测呢？有2条理由。第一条是向后看的，晕的形状记录着银河系的身世，它当年是沿着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哪个方向把物质一点点吸进来的。它一路上又吞过几个邻居，每一次吞并都会在晕的轮廓上留下一道痕，这些是没有别的地方能查，只能从形状里读。第2条是向前看的，晕产生的引力场管着银河系里所有东西的走法，小到一颗恒星绕行一圈的轨道，大到几十个卫星星系整体排布的方位，全都跑不出这团看不见的东西的手心。换句话说，形状测不准，银河系里的动力学就有一大块是糊的。这里还得再补一条，后面要用一个星系里的3样东西，恒星盘、暗物质晕，还有绕在外面的卫星星系，通常是同向的。原因不复杂，它们本来就是从同一片物质里长出来的，落进来的方向大体一致，带的角动量也就大体一致。所以在绝大多数星系里，盘是横的，晕最舒展的那个面也是横的，卫星也在这个横着的面上绕，3样东西齐刷刷朝一个方向，这才是常态。顺便说一下这个结构有多大，看得见的银盘直径10万光年出头，而暗物质晕一直向外铺到几十万光年之外，它的边界具体在哪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它没有一层壳，只是越往外越稀，稀到最后就和星系级的背景分不出来了。所以谈论晕的形状，总得先说清楚说的是哪一圈的形状。还有一件事也得提前放在这里，暗物质晕并不一定从里到外都长成同一个样子，它在靠近中心的地方可能是一副面孔，到了外围又可能拧成另一副面孔。所以严格来讲，问晕是什么形状其实问得不够准，真正该问的是在哪一个半径上它是什么形状。这一点听着像在抠字眼，但后面会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测准暗物质晕的形状长期以来都是研究银河系历史的一道核心题目。麻烦也正在这里，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探测器抓不住它，望远镜也拍不到它，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只能反过来做，去看它对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施了多大的力，再从这股力里倒推它在空间里是怎么摊开的。这条路前人走过好几种，最早的一种其实也是最粗的一种，数一数星系里看得见的东西有多少，再量一量外围的天体转得多快，两边一对，问题就冒出来了，转速远远超过那些可见物质能兜得住的程度。这个办法立了大功，它让暗物质从一个纸上的猜想变成了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可它只能回答有多少，回答不了什么形状，它给出的是一个总量，一个平均，一团模糊的重量感。至于这团东西是圆的还是扁的，是躺着还是立着，它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第2种办法叫星流，有些体量很小的星系运气不好，靠银河系靠得太近，潮汐力会把它一点点扯开，最后拉成一条细长的恒星带。这条带子上的恒星走的差不多是同一条路，它们等于在暗物质的引力场里替天文学家描出了一条线。这条线在哪里弯，
弯得多厉害，弯的方向朝哪一边，都是引力场的直接口供，顺着它反推，就能摸出暗物质晕的轮廓。这个思路很漂亮，可它有2个明显的短板。第一是够不着，目前用的最顺手的是那么几条冷星流，比如帕洛马5号星团拉出来的那一条，比如编号是基地1号的那一条，它们能探到的范围有限，大概就在距离银星6万多光年以内，再往外可用的线就断了。而晕最有意思的部分恰恰在更外面，晕的那圈受盘的影响很大，越往外才越能反映它本来的样子。第二是不干净，一条星流细得跟一根丝一样，谁从旁边过一趟都能把它带偏，别的卫星星系蹭一下，大麦哲伦云的引力扫一下，这条线的形状就变了。用一把被人碰过的尺子去量东西，量出来的数自然不牢靠。更麻烦的是被碰过和没被碰过，从外表上看不出区别。第3种办法是拿引力透镜去称，前面有大质量的东西，后面的光经过时会被掰弯，掰弯的程度反映了前面那团质量是怎么分布的。这一招在别的星系身上很管用，测出来的形状相当可靠，可惜它对自家用不上，原因很实在，我们就住在银河系里面，没有办法推到外面去，隔着整个银河系看它背后的光，这个办法能量遍天下，唯独量不了脚底下这一个。第4种办法，改用银运里的恒星。银河系的外围散着大量恒星，它们不成带也不成流，就那么4面8方地铺着。这批恒星最大的好处是覆盖面，它们撒得又远又匀，理论上能把整个晕的空间都摸一遍，正好补上星流够不着的那一块。可它们的麻烦也在这里，每一颗恒星的轨道方向都不一样，有的贴着盘面绕，有的斜着穿，有的干脆是竖着上下扎。它们不像星流那样自带一条可读的轨迹，没法直接看形状，要从这一团乱麻里读出规律，只能建动力学模型，而模型就是问题真正开始的地方。以前用的最多的有2类，一类是从速度的弥散程度反推引力，一类是先假定一个恒星分布的函数形式，再拿观测去拟合。这2类模型都很成熟，也都带着很强的预设。最常见的一条是默认暗物质晕关于自转轴对称，也就是先摆好一个规规矩矩的旋转体，再去测它有多扁。除此之外，还得对恒星的速度分布做各种假设，假设它们在各个方向上一视同仁，或者假设某种固定的分布规律。这些预设都不是从观测里长出来的，它们是为了让计算能做得下去，先摆上去的。这里得替前人说句公道话，他们不是不知道预设有风险，是不摆这些预设，方程根本解不动。恒星晕里有上万颗星，每一颗的轨道都不一样，要在6个维度的相空间里同时约束引力场和恒星分布，计算量高的离谱。轴对称这一刀砍下去，未知数少掉一大半，问题才变得能算。所以这不是偷懒，是当年手上的工具只允许这么做，可代价也是实打实的。预设一换，结论就跟着换，于是就出现了很热闹的一幕。有的模型算出来晕是扁的，最短的那个方向只有最长方向的40%到70%。有的模型算出来它接近正球，比例在90%到1之间。还有的模型算出来它是个长条形的，竖直方向反而比水平方向长出30%。有说它躺着的，有说它立着的，也有说它斜着的。总之各种样子都摆在桌面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篇论文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研究团队的做法说穿了只有一句话：能砍掉的人为假设，尽量砍掉，剩下的交给数据自己开口。他们手上的数据来自2台设备的配合，一台是中国的郭守敬望远镜，它专门做大批量的光谱，能测出恒星的成分还有视线方向上的速度。另一台是欧洲的盖亚卫星，它测的是恒星在天上的位置以及一年一年挪动的量，两边交叉比对，得到了60多万颗 K 型巨星的完整6位信息，3个方向的位置，3个方向的速度一样不缺。接下来是筛，先把盘上的恒星踢掉，因为它们不属于晕，混进来会把晕的分布带歪，再把成团的、成流的、成结构的都挑出去，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稳定下来，不满足力学平衡，再把速度误差太大的、明显偏离主体的也一并去掉。60多万颗筛到最后只留下14000多颗，留下来的这14000多颗覆盖到距离银星16万光年左右的范围，比星流能够到的地方远出了一大截。还有一道很细的工序值得提一句，望远镜看到什么不完全由天上有什么决定，也由他当初打算看哪里决定。有些方向观测的密，有些方向观测的稀，天上离盘面近的地方还容易被尘埃挡住，所以每一颗留下来的恒星都得按它所在的方位和亮度
配上一个权重，观测稀疏处的那几颗，要替更多没被看到的同伴发言。这道工序做完，这1万多颗星才算是真正能代表整个营运。有了这批恒星，模型是这么搭起来的。第一步，先立一个引力场的框架，框架里放进银河系的几个部件，中间那个棒状的核球，一薄一厚2层盘，再加上一个暗物质晕。关键就在这个晕上，它被允许在3个方向上各有各的长度，也被允许在不同半径处换形状。传统模型里那道轴对称的紧箍咒在这里被摘掉了。第二步，不去假设恒星应该怎么分布，真实观测到的那1万多颗恒星此刻在哪里，往哪个方向走，走得多快，这些数就原样丢进引力场里，当成起跑线。第三步，让每一颗恒星在这个引力场里跑起来，算出它会沿着什么样的轨迹绕行，一跑够10个周期，然后把所有恒星的轨道全部叠在一起，叠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句话。如果引力场真是这个样子，那么恒星晕看上去应该是这么分布的。第四步，把算出来的分布和真实观测到的分布摆在一起对，密度对得上吗？速度的散布对得上吗？如果差得多，那就说明前面猜的那个引力场不太对，那就把参数挪一格，重新算一遍，再对一遍，挪算对，挪算对，前后跑了15000个模型，直到算出来的分布最贴近真实的那一刻。到了这一刻，可以认为这个引力场就是真的那一个，而它里面装着的那个晕就是真的那个晕。这套流程还顺手交出了2个副产品，正好可以拿来验一验它靠不靠谱。一个是暗物质的质量，16万光年以内，大约是太阳的5410倍；另一个是太阳所在位置上的绕行速度，大约每秒220公里。这2个数都跟以往用别的办法测出来的结果吻合得很好，这一点挺重要。它说明这套新模型并没有跑到一个古怪的角落里去，它在那些早就有共识的地方给出的答案是正常的。只有在形状这一项上，它讲出了新东西。最终的结果显示，银河系的暗物质晕确实不是一个正球，3个方向的长度并不相等。以最长的那个方向做1，盘面里最短的那个方向大约是 0.8， 垂直于盘面的那个方向大约是 0.92。这个 0.92 其实不算扁，它离球体相当近。奇怪的地方不在这儿，奇怪的地方在于垂直于银盘的那个 0.92 比躺在盘面里的那个 0.8 还要大。也就是说，这团晕最舒展的那个平面不是顺着银盘铺开的，而是立着的，跟银盘接近垂直。这个结果非常反常，银盘是横的，晕是绕着银盘长起来的，两者理应对齐才合乎道理。它们之间怎么会张开这么大一个角呢？就在这个地方，有人注意到一件事，这种立着的排布好像在别处见过。银河系周围那些又亮又重的卫星星系，它们绕行的轨道面恰恰也大多是立着的，跟银盘几乎垂直。而这件事本身是天文学上挂了几十年的一桩旧账，它有个名字叫卫星星系平面问题。按理说，银河系周围那几十个卫星星系应该四面八方都有，东南西北，上上下下，大致均匀的围一圈。就算做不到均匀，最自然的偏向也应该是顺着银盘摊开。前面讲过，盘、晕、卫星本来就该同向，可实际测出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目前测过完整位置和速度的有50多个卫星星系，这里面将近90%走的是接近竖直的轨道，它们不是散着的，而是明显的聚在一个薄薄的平面里，而这个平面也是立着的。更麻烦的是，越亮越重的那几个聚得越整齐，要是只有那些又小又暗的凑在一起，还能说是看错了。可站在这个平面里的恰恰是最显眼的那一批。这个现象上世纪70年代就被人注意到了，几十年过去，一直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服气的解释。有人说这可能只是运气，样本太少，看出了本来不存在的规律。有人说这可能来自某一次特殊的并合，一批卫星是被同一个母体一块带进来的。也有人往更大的方向想，会不会是标准宇宙学模型在小尺度上出了毛病？这里得说清楚一点，这些年下来，卫星排成一个平面这件事本身已经不算特别罕见了。宇宙学模拟里能找出不少类似的例子，真正一直没解开的是它为什么偏偏是竖着的。而现在这个立着的卫星平面竟然和新测出来的暗物质晕形状对上了，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问题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这究竟只是巧合，还是底下藏着更深的东西呢？从引力上讲，巧合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卫星星系在哪条轨道上绕成什么排布，本来就由暗物质晕的形态主导。
晕摆成什么姿势，卫星大体上就跟着摆成什么姿势，这在模拟里是一条相当稳的相关性。晕越圆，卫星撒得越散；晕越扁，卫星贴得越平。晕立着，卫星也跟着立起来，这不是碰运气碰出来的。那么问题就换了个样子，如果晕和卫星本来就该一致，而它们现在也确实一致，那么不一致的那一个就不是它们。奇怪的不是晕，也不是卫星，唯独夹在中间的那张恒星盘跟这两样都垂直。难道说不是暗物质和卫星星系竖了起来，而是恒星盘自己倒了下去？可这话说着容易，一个直径超过10万光年，装着上千亿颗恒星的盘，方向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呢？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撞，会不会是某一次剧烈的星系碰撞，一下子把盘给撞歪了？要回答这个，得去别处找旁证。研究人员从2套公开的宇宙学模拟里调样本，一套叫 TNG50，一套叫 EIGA。挑选的条件很实在，盘上的恒星要占到60%以上，整体形状要够扁，太鼓的，刚经历过大碰撞还没稳下来的，一律排除在外。筛完，剩下105个跟银河系长得像的星系，把这105个的暗物质晕形状一个个量出来，跟银河系的测量结果比对，落在3倍误差范围里的有13个，落在1倍误差范围里的只剩3个。少见，确实是少见，但绝不是不可能。这里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检验，那13个里除掉最像的那几个，剩下9个是什么情况呢？研究人员把他们的卫星系统也一个个查了，结果很干净，这9个星系的晕形状都接近正球，而他们的卫星也确实是四面八方随便撒的，没有形成任何平面。换句话说，光是晕的比例数字对得上还不够，只有当晕真的立起来的时候，卫星才会跟着立成一个平面。这条对应关系在模拟里没有例外，而银河系2样都占齐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人员敢说银河系走的就是那3个星系的路，而不是这9个的路。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把这几个星系的历史倒着放一遍，看他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3个星系的路径几乎是同一条，挑其中一个来讲，这个星系在大约85亿年前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大并合，吞掉了一个体量可观的对手。并合结束之后，气体重心沉降，一张新的恒星盘慢慢长了出来。到60亿年前到70亿年前那一段，这张盘和暗物质晕最舒展的那个平面基本是对齐的，卫星也在同一个面上绕，3样东西整整齐齐，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常态。如果后面什么都不发生，这个系统本该就这么一直稳下去。可后面出事了，一连串小并合陆续进来，其中最重的那一个质量大约是太阳的700亿倍，听起来是不小，可跟整个晕比起来仍然只是个零头，它的分量和恒星盘差不多。这个家伙走的是一条逆着盘的转向的轨道，而且是沿着螺旋线一圈一圈往里收。60亿年前它第一次掠过近心点，就是从那一刻起盘开始歪了，它的引力持续搭在恒星盘的外缘上，给整张盘施加一个方向稳定的力矩。这个力矩一点也不猛，它每转一圈能扭动的角度小的几乎测不出来，可它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扭得慢，架不住时间长，60亿年一圈一圈累下来，最后攒出了80度上下的偏转，平均算大约是每10亿年13度。另一个样本走的是另一条路，可结局是一样的。那个星系没有哪一次并合特别突出，是好几次小并合前后接力，力矩叠在一起，把盘一点点推了过去，最后累计出接近90度。这说明掀盘这件事未必需要一个主角，一群配角合起来也能办成。讲到这里，那个最该问的问题就该问了，盘翻了，晕为什么没跟着翻呢？答案在分量上，暗物质晕的总质量比恒星盘和那个卫星加起来还要大出好几倍。那个卫星每次冲到近心点，确实把晕的形状搅动了一下，可搅完之后，晕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姿态。它太重，一个零头级别的家伙撼不动它的整体取向。有意思的是，这60亿年里，晕并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它靠着不断落进来的小并合，还长胖了30%左右。可这些物质是沿着已有的轨道面落进来的，堆出来的形状跟原来那个形状一致，所以晕越长越重，方向却纹丝不动。外围那些卫星星系离得更远，受到的影响更小，照旧在原来的平面上绕，到最后就变成了眼下这个局面，晕保持原样，卫星平面保持原样，只有夹在中间那张最轻的恒星盘自己转了80度过去。还有一个问题也该顺手回答一下，一张盘转过去80度，它自己不会散架吗？不会，因为这个转法更接近于整块一起挪，而不是里面块
外面慢的被拧开。前面提到的那个偏转率折算到盘的边缘上，也就是每秒几公里的量级，而盘上的恒星绕着中心跑，速度是每秒200多公里，两个数差着2个量级，也就是说翻转这件事叠在恒星本来的运动上，只是薄薄的一层修正，盘照转它的该长旋臂长旋臂，只是整个平面的朝向在极其缓慢的挪位置。这种事在模拟里其实不算罕见，刚才那13个样本里有8个都出现过明显的盘倾斜，角度从30度一直到100度都有，其中7个都能追到一次质量在100亿太阳质量以上的小并合。真正罕见的不是盘会倾斜，而是盘倾斜加上卫星平面竖着这两件事同时凑齐。数值计算还给出了一个停反直觉的门槛，要先动一张盘，卫星的质量并不需要特别大，真正决定成败的是它带进来多少角动量，以及它在盘边上磨了多久。算下来，整个过程只需要把卫星角动量的1%不到转移到盘上就够了。1%，这个数字小得有点不像话，可它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事看上去很极端，却不需要什么极端的条件。还有一条线索，正好接上前面留下的那个伏笔。如果盘真是自己翻过去的，那么有一部分暗物质应该跟着一块而翻，就是被盘的引力拽得最紧的那一圈，最靠里的那一圈，而外面那一大圈因为离得远，惯性大，来不及跟。这就意味着整个晕会被拧出一道过渡带，里面顺着盘，外面立着，中间拧一个弯。这篇论文的模型确实看到了这个趋势，大约6万光年以内晕和盘还是对齐的，再往外才慢慢转成数值。研究人员自己也很谨慎，把这条结果标成了初步的证据，说它在统计上还不够显著，可它出现的位置和方向和翻转情景所预言的分毫不差。而且另有一项用别的巡天数据做出来的工作，测的是看得见的恒星晕，也发现它在外围拧向了数值，两边是各自独立做的，结论却撞到了一起。讲到这里，所有的机制都还只是模拟里的事，真实的银河系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呢？目前已经确认的是，银河系最后一次真正的大并合发生在大约80亿年到100亿年前，当时有一个体量不小的星系撞了进来，被彻底拆散，它的恒星至今还散在银晕里，没有归位。这次事件有个听起来很怪的名字，叫盖亚香肠恩克拉多斯并合。名字怪是因为它其实是2队人各自取的名字，后来被拼在了一起。一队人发现这批恒星在速度图上排成了一个2头尖的形状，活像一根香肠，就管它叫香肠。另一队人按希腊神话里的巨人给它命了名，叫恩克拉多斯。后来大家发现说的是同一件事，索性把2个名字并着用。这次并合之后，银河系才慢慢长出了今天这张恒星盘。顺带一提，这批恒星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特征，它们绕行的方向是逆着银盘转的，这说明当年那个闯进来的家伙走的就是一条逆行的路。再往后又有一个矮星系慢慢靠了过来，它绕着银河系一圈圈往里收，被潮汐力反复撕扯，如今它已经被拉成了一条横跨大半个天空的恒星流。而在被撕开的这几十亿年里，它每一次经过都在盘上留了一份力。那么嫌疑最大的那一个究竟是谁呢？一些研究把手指向了人马座埃陀球星系，理由有2条。第一，它的前身足够重，估计能到太阳质量的500亿到600亿倍，甚至更高。这个量级正好落在模拟里那些能掀动盘的小并合的范围里。第二，它走的路线很特殊，它不是贴着盘面绕圈的，而是接近垂直的一次次穿过银盘。过去60-70亿年里反复内裸，每一次都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施力。理论上，这种从盘面之外斜切进来的并合，比顺着盘转的并合更容易把盘掀偏。其实银盘还有一个早就被人看熟了的毛病，它的外缘不是平的，是翘的，一边往上抬，一边往下压，边缘的形状有点像一顶帽子的帽檐。这个桥区上世纪50年代就用射电观测发现了，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拿它做文章。有研究认为，要让这个桥区成型，暗物质晕相对银盘得有10几度的倾角，这个角度和整块翻转不是一回事，尺度也小得多。可它至少说明一件事，盘和晕之间不对付，并不是这一次才被人注意到的。当然，把银河系盘面先过去这件事不一定是某一个卫星的功劳，也可能是好几个小家伙前后接力，各推了一把，力矩叠在一起，才凑出这么大的偏转。刚才那第2个模拟样本走的就是这条路子，这一点论文自己也留了口，没有把话说死。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值得单拿出来说一说。卫星星系平面这个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当成标准宇宙学模型身上的一根刺。有人拿它来质疑冷暗物质那套框架，说模拟里造不出这样的结构，而这项研究给出的图景恰恰把这根刺拔了下来。它不需要改动任何物理，只需要承认银河系在几十亿年前经历过一次不算稀奇的小并合，剩下的事就都顺理成章了。云是这个形状，卫星是这个排布，盘是这个角度，三件看上去互不相干的怪事被同一个原因串到了一起。按论文自己的说法，银河系确实特殊，但特殊不等于例外。那么现在呢？银盘还在翻吗？说实话，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观测能把这件事定死。不过另一项针对帕洛马5号星流潮汐尾的建模偏好的答案是每10亿年15度左右。这个速度慢到什么程度呢？换算下来，在距离银星3万光年的地方，它对应的移动大约是每秒2公里，比一颗人造卫星还要慢得多。可它搬动的是一整张10万光年的盘。如果这个数是真的，那么这场翻转从60亿年前开始，到今天1秒也没有停过，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再过几十亿年，这张盘或许会转回到跟暗物质晕重新对齐的位置，一切又回到最开始那种规规矩矩的样子。到那时候，如果还有谁在某个夜里抬起头来看天，他们能不能看出脚下这张盘曾经整个翻过一次身呢？